這兩段光環畫面都是我，人物來自同一支5秒的原始影片，送進模型的手部資料也完全相同。可是，一段是藍色，另一段卻是紅色。如果顏色真的是機器從我身上讀出的唯一答案，那這件事情就不應該發生。但手放在感測器上後，數字真的會動，所以我把這段訊號一路追下去，它在哪一步從身體反應變成了替一個人下的答案？大家好，我是 Engineer 蔡，現在就讓我們從機器真正拿到的東西開始吧。最近襲來的一支影片，把久力經營的 Colorfora 推到爭議的中心。有人在意價格，有人直接把它叫做手汗照。而我最在意的是，消費者在坐下以前，這套設備到底被說成什麼？你把手放上感測器，機器開始運作，接着拿到一張像是只屬於你的照片。答案看起來經過測量，還被固定在相紙上。早前的公開節目把這套體驗放在能量場與脈輪的框架裡。爭議發生後 ，Colorfora 則強調它是影像、色彩與自我覺察的藝術體驗，而不是科學檢驗。這兩種的定位差得很多。藝術照片值不值得，體驗者可以自己決定。當服務開始暗示機器客觀地讀到能量、人格或心理狀態，就必須要回答它的證據在哪裡。不過，在下判斷以前，我們要先處理一件對於懷疑者來說不太方便的事。其實，我們在手放上去的時候，設備真的可能取得過一段的訊號。Aura Camera 公開的是專有的手部感測器，沒有公開裡面完整量了哪些參數，所以我不能拿桌上這一塊 GSR 模組假裝它就是原廠的設備。我用它是因為它可以把身體的訊號怎麼進入機器的這件事情攤開來看。這塊模組會讀取手部的電性變化，輸出類比電壓，再經由 Arduino 轉成0到1023的 ADC 原始值。這些數字不是情緒分數，也不是光環值。空載我們先調在488到490，手一接觸，數字就明顯的下降。我用相同的方式重新帶了3次，每次的數字都會持續的往下走，但是在穩定以後，一次停在70幾，一次落在30到50，而另一次則接近100。變化的方向相似，但是最後的基準卻不同。重新佩戴的位置、壓力和皮膚狀況都已經足以去改變它的原始值。至少手放上去，設備能夠取得一段真實的訊號，這件事情並不是虛構。Aura Camera 的官方也公開說明會收集手部的感測訊號，真正還沒被證明的是這段訊號後來能不能夠代表顏色、人格或能量。類似的皮膚電反應也會出現在測謊的程序裡。FBI 現行招募的背景調查仍然包含着測謊，這只能說明生理訊號至今仍被放進了正式審查的流程。但並不代表那個機器已經可以直接讀出謊言。測謊機記錄的是人在回答問題時，心跳、呼吸或皮膚電性有沒有變化。檢察員會把不同問題造成的反應放在一起，才會形成後續的判讀。說謊可能造成反應，但緊張也有可能造成類似的反應。爭議的從來不是數據曲線存不存在，而是能不能夠從曲線穩定的推回它的原因。我們把同一個問題搬回到光環照片，一段手部訊號當然也不會天然附帶顏色、人格或能量解讀。真正決定答案的部分應該在感應器的後面。查回 Aura Camera 現在的官方說明，答案寫的比很多的宣傳還要更保守。使用者把手放在專有的感測器上，系統把手部的訊號依照光環傳統轉換成彩色的視覺。官方稱它為娛樂用途的藝術呈現，再把彩色的結果覆蓋到人像上。照片裡其實有2個來源，鏡頭取得人像，旁邊的顏色再經由另外一段處理後才進入照片。一份早期的光環相機專利，把當年的做法畫得更加直接。手部的電氣反應進入了微處理器，機器在控制內部的彩色光源，把影像加到底片上。舊的專利当然不能夠替代現行機型的完整設計，但是它說明一件很基本的事：照片裡面出現的光可以在成像的過程中被加入。現在真正應該盯住的
不是鏡頭，而是中間那一段沒有公開完整內容的轉換。網絡上常把各種發光的照片都叫做光環攝影，但是機制完全不同。Aura Camera 的顏色是手部訊號經過規則轉換之後再加入人像，而克里安攝影拍到的是高壓電場形成的電暈放電、水分接觸和拍攝的條件都會改變它的影像。而宋七力流傳的發光和分身照，則是在合成、疊拍、多重曝光的攝影制作脈絡中被當作神蹟的證據。相關的案件在二審最後被改判無罪，處理的是宗教自由、被害人與詐欺構成的要件，並不是法院替超自然現象做的科學驗證。這三種畫面都在發光，光進入照片的方式卻完全不同。照片只能夠先證明影像出現了，要知道它代表了什麼，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成像的過程給找回來。原廠的演算法不能拆，所以我把目前已知的流程做成一台每一步都看得見的版本。這台模型不會告訴我們 Aura Camera 的專有演算法長什麼樣子，它只會把一段手部電信資料怎麼經過控制邏輯變成畫面，全部都留在這個桌面上。電極接觸手指，感測器送出電壓 ，Arduino 把它讀成數字，程式再讓燈和畫面產生對應的變化。第一次接起來，數字會動，3顆燈卻幾乎一直偏藍。我原本把0到1023整段都當成有效範圍，但實際的讀值其實只佔其中的一小段。當變化被壓在一起，肉眼當然就看不出來。我們把整段範圍縮回實際的工作區間之後，燈才開始明顯的變化。這很像是設備維修，最末端有反應，並不代表整條系統都合理，還必須要回頭確認輸入落在哪裡，程式又要怎麼使用它。不過到這裡，我還是不能夠說系統辨識出了一個人。感應器把手上的狀況轉換成電壓之後 ，Arduino 收到的只剩下數字。如果我們把手拿掉，換成普通的固定電阻，後面的輸出還會不會照常的運作呢？現在我把手拿掉，2片電極空着，數字回到空載區間。接着我把第一顆固定電阻跨在2片電極之間，控制板照樣可以收到一個穩定值。而後面的燈也可以照程式繼續運作。我們再換成另外一個組織，可以發現 LCD 跟顏色都會跟着改變。這並不代表着電阻有光環，它只能夠證明在桌上的這個透明模型裡面，後段處理的是感測器送進來的電氣輸入，不會自己知道另一端是一雙手還是一顆測試元件。Aura Camera 的專有感測器可能還有其他的檢查，所以這個結果也不能夠直接外推到原廠的設備，而且固定電阻只能夠回答後段的系統會不會繼續工作，還沒有解開開場的矛盾。同一份真的人體資料為什麼會得到2種顏色？如果要進行公平的比較，我就不能夠進行第2次量測。所以這一次我只量一次。當電極大致穩定以後，我連續記錄了30秒，大約每秒10筆。一共留下了300筆的真人資料。我將完整的原始值存入了 CSV。接下來我就不再量測第2次，只讓2套輸出逐筆讀取同一個檔案，人物也鎖定同一支的5秒原始影片，光環的位置、形狀、模糊、透明度與亮度的邏輯都先全部固定。我們先跑第1次，接着再把同一筆的資料拉回第0筆，再跑1次。而這就是影片開場的2段畫面，原始影片並沒有換，300筆的手部資料也沒有換，2次 LCD 播放的是相同的 row 跟 index， 而最後都停留在 same error 179。而現在我們把中間打開來看，第一套的規則保留資料造成的亮度變化，顏色走藍色；第2套規則使用完全相同的亮度變化，只把色相換成紅色。我改的不是人，也不是資料，而是機器怎麼把同一串的數字翻成視覺的結果。這不是 Aura Camera 原廠配色表的重建，我故意用最簡單的2套規則，把中間那一個人為選擇放大給你看。數字本身沒有帶任何的顏色名稱進來，顏色是在資料輸入轉換規則後才出現的。
這項實驗沒有證明原廠會臨時替客人改色，也沒有證明原廠的規則是隨便寫的。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完整使用哪些感測參數。它只證明了一件更基本的事：真實的人體資料要變成光環顏色，中間一定需要一套人制定的翻譯方式。如果成品只被當成依賴光環傳統設計的藝術呈現，這套規則是創作的選擇。但當顏色開始被拿來客觀的判斷一個人，問題才剛進入驗證而已。機器的路徑拆開之後，還有一個很合理的反駁：照片怎麼做是一回事，解讀真的說中了我，這又該怎麼解釋？我們先來看一段話哦。你覺得這段話像不像你？他沒有看過你的照片，也沒有讀過你的手。現在所有觀眾收到的內容都一樣。1949年，心理學家 Fowler 讓學生完成一份人格測驗，再交給每一個人一份個人的分析。大家拿到的文字其實完全相同，內容主要來自通用的占星描述。然而大多數的人依然覺得非常符合自己。所以一句話讓人感覺到準確，還不足以證明背後的工具真的辨認了那個人。光環體驗又比這份文字多了2層線索。顏色本身先提供了聯想，現場的對話再提供回饋，讓後面的說法可以越來越貼近。顏色和情緒確實存在一定的聯想，可是研究看到的多半是一種顏色對應多種感受，也會受明暗、飽和、文化和情境的影響，不能夠直接變成一張固定的人格表。解讀者即使真心相信這套系統，也可能在互動中不斷地調整說法。那一份被理解的感受可以是真的，卻不能夠反過來證明機器測準了。現在可以回到最初的爭議。Aura Camera 現在的官方頁面把成品寫成依光環傳統產生，供娛樂使用的藝術視覺。久立在爭議後也表示 ，Colorfora 不是科學、醫學或心理檢測。服務如果從頭到尾都這樣介紹，消費者知道自己買的是藝術體驗，值不值得就由他自己決定。而落差在於，同一項服務先前又被放進能量場、振動頻率和脈輪的框架裡。這些話聽起來已經不只是創作理念，而是在描述機器真的從人體讀到了什麼。若要把這個結果當成客觀的檢測，至少要面對真實的效度問題。同一個人重拍能不能夠穩定的重現？換一台設備是否仍然一致？解讀者不知道受測者身份的時候，能不能夠分辨正確的人？在我找到的官方說明與公開證據裡，我沒有看到照片顏色與客觀人格或能量狀態之間已經建立到這類可靠的對應。今天能夠確認的是，手部可以提供一段電信的資料，程式也可以依照規則來產生彩色的人像。然而這些證據並沒有證明相機可以直接測出人格、脈輪或靈性能量。我也沒有因為做出這一台模型就證明了宇宙絕對不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光環。更加具體的判斷是，真實的技術到了哪裡，證據就只替那一步背書。後面的意義如果想要聯想成客觀的事實，則必須要自己接受驗證。今天拆的是一張光環照片，方法跟查一台陌生的設備很接近。先找到輸入，沿着訊號再找到控制邏輯，再確認輸出能不能夠支持最後的說法。學電的價值不只是在把線給接通而已。當設備也開始替人下判斷，你必須要有能力追進去，看看答案究竟從哪裡來。這支影片如果讓你第一次發現學電也可以拿來拆開這種黑盒子，麻煩幫我按讚訂閱。我是 Engineer 蔡，帶你看懂電工世界。我們下一集再見。